老爷子把存折藏进木箱，穿一身补丁衣裳，提着破蛇皮袋，挨个去儿子女儿门口哭穷，说自个儿老伴走了，房子卖了，1分钱没有，想跟着他们过日子。老爷子周德厚在镇上开了30年五金店，镇上人都知道周老板有钱，可周德厚不显摆，走路还穿布鞋，吃饭还去街口老张家喝3块钱的胡辣汤。但镇上人也都看见了他的3个儿女，大闺女周红梅嫁到了县城，男人开汽修厂，住3层小楼；二闺女周玉兰在市里，男人做建材生意，日子也不差。小儿子周建国最没出息，在镇边租了个门面，修电动车，媳妇卖早点，一家3口挤在2间平房里。周德厚老伴张桂兰是去年冬天走的，走之前拉着周德厚的手说：老周，钱的事你得防着点，别让闺女儿子因为钱伤了和气。周德厚嘴上应着，心里没当回事，可老伴走了以后，几件事让周德厚心里长了刺。头一件，大闺女周红梅过年回来，吃完饭闲聊，说爸，你这店也开不动了吧，要不盘出去，钱我们兄妹仨分了，你轮着住。周德厚当时没吭声。第二件，二闺女周玉兰打电话说，爸，听说镇上要拆迁了，你这铺面能赔多少？周德厚说，没影的事儿。周玉兰说，要真拆了你可得想好，别让人占了便宜。第三件，小儿子周建国来看他，啥也没提，就是给他带了碗羊汤，坐在那陪他看了半宿电视。3件事搁一块，周德厚睡不着了。他翻出存折和房产本子算了算，五金店加上2套铺面，加上这些年攒的，拢共值600万出头。600万搁谁面前都是个坎。他不是怕儿女惦记钱，他是怕儿女只惦记钱。周德厚想了个法子，他找老伙计老赵帮忙，把存折和房本锁进老赵家的保险柜，又翻出10年前的旧衣裳，补丁摞补丁那种，蛇皮袋里塞了2件换洗衣裳，一双露脚趾的布鞋，对着镜子一照，活脱脱一个要饭的老头。他先去了大闺女周红梅家，周红梅住在县城东边的新小区，楼新路宽，门口还有保安。周德厚站在单元门口按门铃，心里头不是不紧张，他闺女嫁出去20年了，这还是头一回上门借住。门开了，周红梅围着围裙，手上还沾着面粉，看见他爹这打扮，愣了3秒。爸，你这是咋了？周德厚把蛇皮袋往地上一搁，说，红梅啊，你妈走了以后，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五金店关了，房子也卖了还债，我现在1分钱没有，上你这住几天？周红梅脸上的笑一下就僵了，她往屋里看了一眼，压低声音说，还债？你欠了多少钱？不提了，提起来丢人。周德厚低着头，周红梅把门开了个缝，侧身让他进来。客厅里，他男人刘大强正靠沙发上看手机，抬头瞟了一眼老丈人，眼珠子在蛇皮袋上转了2圈，啥也没说，继续看手机。周红梅倒了杯水，把周德厚领到次卧。次卧小，堆了不少杂物，中间腾出条路，床上的东西一卷，勉强能睡。爸，你先歇着，晚上咱再说。晚上吃饭，一桌菜，没给周德厚添碗筷。周红梅拿了一双一次性筷子递过来，刘大强全程没正眼看老丈人，吃了2口就搁下筷子说，红梅，你出来一下。2口子在厨房嘀咕了10来分钟，周德厚耳朵背了点，但断断续续听见了。你爹欠了多少，住多久我可说好了。啊，孩子上补习班，1个月就4000。第二天一早，周红梅敲开次卧的门，站在门口说，爸，我跟大强商量了，我们家实在住不下，你看小宝要学习，大强每天早出晚归，你住这儿也不方便，要不你去玉兰那看看，市里条件好。周德厚点头说行。周红梅送他到小区门口，塞了200块钱，周德厚没要，周红梅硬塞，说拿着吧，路上买点吃的。说完转身就进去了，脚步快得像后面有人追。周德厚在小区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把200块钱揣兜里，提着蛇皮袋坐上了去市里的班车。
二闺女周玉兰住市里老城区6楼的不梯房，周德厚爬楼爬得气喘，到门口歇了好一会儿才敲门，门开了，周玉兰穿着睡衣，脸上敷着面膜，看了一眼他爹，吓了一跳。爸，你咋来了？也不提前说一声。我来说过了，你没接电话。周德厚说的不是假话，他打了3个电话都没人接。周玉兰把他让进来，房子不大，2室1厅，收拾得干净。周德厚还没坐稳，周玉兰就问：爸，你这衣服咋回事？我姐呢？你咋不去她那儿？你姐家住不下。住不下？周玉兰皱了皱眉，他家3层楼，住不下一个人。周德厚没接话，他坐下喝了口水，把那套说辞又说了一遍。事情是这样，店关了，房子卖了，欠了债，1分钱没了。周玉兰的脸色变了，不是心疼，是慌。欠了多少债？不多，10来万。10来万。周玉兰声音一下拔高了。你卖了房子，还欠10来万，你到底干啥了？周德厚不说话了。周玉兰在客厅来回走，面膜都皱了，接下来扔垃圾桶里，打了个电话。他压低声音，但周德厚听得见。我爹来了，说他欠了债，要来住，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？他男人叫钱进，做建材生意，精明人。钱进半小时后到家，进门先笑：爸来了，吃过没？然后跟周玉兰进卧室，关了门，2个人在里面吵。钱进说：你爹欠的债算谁的？他住这儿，债主找上门来咋办？周玉兰说：那是我爹。钱进说：你爹还有2孩子呢，凭啥就咱家扛？门开了，钱进出来坐沙发上，点了根烟，笑呵呵地说：爸，不是我们不留您，您看我们这房子小，就2间屋，孩子1间，我们1间，您要住只能住客厅，也不是不行，就是咱们得换个思路。就是啥？就是您那债的事，我们真管不了，我们房贷还没还完呢。周德厚看了看他这2闺女，周玉兰站在卧室门口，嘴张了张，啥也没说。当晚周德厚睡客厅沙发，半夜听见隔壁2口子还在嘀咕。周玉兰哭着说：我没办法，他不同意。钱进说：明天让你姐想想办法。第2天一早，周玉兰做了早饭，面。周德厚吃了2口，周玉兰把300块钱放桌上，说：爸，我们真的住不下，你去找建国吧。他虽然条件差点，但他是一个人，他有媳妇，有孩子，那总比我们强，我们真没办法。周玉兰送他下楼，到了楼下，周玉兰犹豫了一下，说：爸，你那债你自己想办法吧，我们真帮不了。周德厚点点头，没说话。他出了小区，在路边坐了半个钟头，他没哭，就是坐着。然后他提着蛇皮袋，坐上了回镇的班车。小儿子周建国住在镇东头，2间平房，门口搭了个棚子，修电动车。周德厚到的时候是下午，建国媳妇马秀芬正在门口摊煎饼，身上系着围裙，满手油。看见公公来了，先是一愣，然后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。爸，你咋来了？吃饭了没？我给你摊个煎饼。不忙，我先跟建国说个事。周建国从棚子里钻出来，手上全是机油，看见他爹站在门口，蛇皮袋搁脚边，身上那身补丁衣裳，一下就愣住了。爸，你这是咋了？周德厚把话又说了一遍。店关了，房子卖了，欠了债，1分钱没了。周建国蹲下来看了看他爹的脸，又看了看蛇皮袋，半天没说话。马秀芬在旁边听着，手里摊煎饼的动作慢了，但没停。他把煎饼翻了个面，说：建国，先让爸进来坐。周建国把他爹领进屋，屋里小，1张桌子，1台电视，旁边就是床，墙上贴着孩子的奖状，一排排的。周德厚坐在床沿上，手放在膝盖上，等着。周建国倒了杯水递过去，然后蹲在他爹面前说：爸，你欠了多少？10来万。10来万。周建国挠了挠头，我修车1个月挣3000多，
秀芬卖早点能挣2000多，10来万还也不是还不起，就是得慢慢来。马秀芬端着煎饼进来了，搁桌上说：“爸，先吃饭。”周德厚看着那煎饼，眼睛有点发酸，他接过来咬了一口，烫嘴。你们不嫌我？马秀芬说：“嫌啥？你是建国的爹，就是我的爹。”周建国说：“爸，你就住这儿，几是几点？但咱一家人，怕啥？”当天晚上，周德厚睡他们让出来的床，周建国和马秀芬带着孩子挤在小屋的折叠床上。周德厚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半天没合眼，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。周德厚住在建国家，帮着看看铺子，修修东西。建国媳妇照常卖早点，嘴上没一句怨言。周建国白天修车，晚上回来还陪他爹看2集电视。小孙子周小磊放学回来就喊爷爷。作业写完了，趴周德厚腿上让他讲故事。住了半个月，周德厚开始第2步。他找到老赵，说：“老赵，帮我个忙，就说你借了我30万，现在来要账。”老赵瞪眼：“你这是干啥？你别管，就帮这个忙。”老赵没办法，拉着脸去找周建国。老赵站在修车铺门口，扯着嗓子说：“建国，你爹欠我30万，这些年了，一分没还，现在该还了。”周建国手里的扳手停了，他看看老赵，又回头看看屋里坐着的他爹。30万，30万，一分不少。你爹当年说周转打了借条的。老赵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周德厚提前写好的。周建国接过借条看了半天，他爹写一手好字，他认得。周建国没说话，回到屋里，翻出一个铁盒子，里面是这几年攒的钱，数了数，12000，12000对30万，差得远。晚上，周建国和马秀芬在屋里嘀咕，声音压得低。周德厚在隔壁听见马秀芬说：“咱把铺子盘出去能值多少？”周建国说：“撑死5万。”马秀芬说：“那还差20多万。”周德厚等了一会儿，听见马秀芬又说：“要不我去我娘家借点，我哥去年挣了些。”周建国说：“你娘家也不容易，别张嘴了。”咱们再熬。那咋办？真让人上门来讨债。沉默了很久，周建国说：“我想想办法。”第2天，周建国去了县城，他去找周红梅。周红梅在家，看见弟弟来了，不像往常那样热情，只是倒了杯水。周建国把借条递过去，说：“姐，爸欠了30万，人家来要账了。”周红梅看了一眼借条，脸就变了。她把借条搁桌上，说：“30万，他跟我说欠10来万，可能怕咱们担心，没说实话。”周红梅深吸一口气：“建国，我也难。大强的厂子今年不景气，小宝补习班1月4000，房贷还没还完。姐，我不是来跟你借钱的，这债是咱爹的，咱兄妹仨得一块扛。我知道，但是……”周红梅咬了咬嘴唇：“我现在真拿不出来，你问问玉兰吧。”周建国又去了市里找周玉兰。周玉兰听了数目，比周红梅反应还大，直接说：“30万，我上哪弄30万？我房贷还没还完呢。你姐呢？她不掏。”姐说：“她也难，她难，她家3层楼，开着汽修厂。”周玉兰声音尖了起来：“建国，不是我说，咱爹这债，谁借的谁还。当初他借的时候问过咱们吗？那是咱爹，咱爹也得讲道理啊。”周建国从市里回来，天都黑了，他蹲在修车铺门口抽烟，一根接一根。马秀芬端了碗面出来，他没吃。过了3天，老赵又来了，这回带了2个人，站在铺子门口，说周德厚再不还钱就上法院。周建国站起来说：“叔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还。”老赵走后，周建国做了一个决定，他把修车铺盘了，5万块。马秀芬没拦他，他只是坐在灶台边，低着头，半天说了一句：“铺子没了，咱以后靠啥吃饭？我再想办法。”
先把我爹的债还了。5万加上之前的1万2，还差20多万。周建国去了银行，想贷款，银行说他没有抵押物，不批。他又去找了几个朋友借钱，东拼西凑了3万，还差20来万。周德厚在屋里听着外头的动静，脸上没有表情。他接着走第3步。那天早上，周德厚出门买菜，走到巷口，扑通一声摔在地上。邻居小王看见了，赶紧喊人。周建国从铺子里跑出来，铺子已经盘了，他是在帮新老板干活，把他爹背回了家。爸，你咋摔了？哪儿疼？腿，右腿。周德厚龇牙咧嘴。周建国带他去了镇卫生院，拍了片子，大夫说右腿骨裂，得卧床养3个月。其实没骨裂，周德厚提前跟卫生院的赵大夫说好了。赵大夫是老赵的侄子，配合着改了片子。周德厚腿好好的，就是装。这下好了，债主上门，爹又摔断了腿。周建国背着债，他爹躺在床上动不了，铺子也没了。周建国和马秀芬商量了一宿，第2天一早，马秀芬回了娘家，他跟他哥借了8万，他哥不太愿意，说你嫁出去的人了，周家的事你扛啥？马秀芬说他是我公公，我没法不管。他哥叹了口气，给了5万。马秀芬又找他姐借了3万。周建国把自己攒的那点家底全掏了，又找朋友借了几万，凑来凑去还差6万。他最后一咬牙，把结婚时马秀芬陪嫁的那对金镯子拿去卖了。马秀芬看见他拿镯子，愣了一下，没说话。等他出了门，马秀芬坐在灶台边哭了，不是因为心疼镯子，是心疼日子怎么过成了这样。凑够了30万，周建国去找老赵还钱。老赵看着那一沓钱，有新有旧，有零有整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他收了钱，打了个收条。周建国回到家，累得靠在门框上，说：“爸，债还完了。”周德厚躺在床上，眼睛闭着，没说话。日子接着过，铺子没了，周建国去给别人打零工，搬货、送货，工地搬砖，啥活都干。马秀芬早点摊也没停，天不亮就起来和面。周德厚卧床养伤，每天躺床上，看着儿媳妇忙进忙出，看着儿子天黑才回来一身灰，手心手背都是茧子。有一回马秀芬发烧38度5，还撑着起来摊煎饼。周德厚在屋里喊：“秀芬，你别干了，歇着吧。”你今天来的真早啊。马秀芬说：“没事，爸，我能行。”周德厚躺在床上，把被子蒙在脸上。2个月后，周德厚说腿好了，能下地了。他开始帮着做家务，做饭洗碗，替马秀芬看摊子。周建国说：“爸，你歇着就行。”没事，我还能干。周德厚说：“我这老骨头不干活反而浑身疼。”又过了半个月，周德厚说要去趟县城找周红梅谈谈。周建国说：“爸，你别去了，大姐她，我去。”周德厚坐班车去了县城，到了周红梅家门口，按了门铃。周红梅开门，看见他爹，表情复杂：“爸，你腿好了？”“好了。”周红梅让他进来。刘大强不在家，周德厚坐在沙发上环顾四周。客厅大，装修好，茶几上摆着水果盘，电视是75寸的。红梅，建国把铺子盘了。啥？周红梅手里的杯子停了。为了还债，他把修车铺盘了。你弟媳妇把金镯子也卖了。周红梅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，最后说：“他没跟我说，你也没问他需要啥。”周德厚语气平，但话重。周红梅低下头，半天才说：“爸，我真不是不管你。大强他不让，你就不让。你是他媳妇，也是我闺女。”周红梅眼眶红了，但没哭出来。她说了句让周德厚心凉的话：“爸，你说实话，你到底还有没有钱？您真的考虑我总觉得你不像1分钱没有的人。周德厚看了他一眼，站起来走了。他又去了市里找周玉兰。周玉兰倒是比周红梅直接，开口就说：“爸，那30万还清了，建国还的。”建国他哪来的钱？把铺子盘了，
到处借的，你弟媳妇把嫁妆都卖了。周玉兰愣住了，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后说了一句：那建国真傻。周德厚没说话，看着周玉兰。周玉兰被看得不自在，扭头看窗外，说：爸，我也不容易，前进生意不好做，房贷压力大。行了，我走了。周德厚出了周玉兰家，在楼下长椅上坐了很久。他不是在生气，是在想事情。他想老伴临终前那句话，想着3个孩子小时候抢一个红薯的事，想着周建国小时候发烧，他背着跑了10里地去卫生所。那时候日子穷，但人心齐。现在日子好了，人心散了。他做了一个决定。又过了1个月，周德厚突然跟周建国说：建国，把你大姐二姐叫回来，我有话说。周建国打电话，周红梅说忙。周玉兰说出差。周德厚说告诉他们今天不回来，以后别叫我爸。当天下午，周红梅和周玉兰都到了，一家4口坐在建国家的堂屋里，屋子小，挤得很。周德厚坐在正中间，旁边是周建国和马秀芬。周红梅和周玉兰坐在对面，表情都不太自然。周德厚先说话了：今天叫你们来，是有件事要说清楚。他看着周红梅：红梅，我去你那儿，你给了我200块，让我走。周红梅脸一白：爸，不是那样的。他又看周玉兰：玉兰，你给了我300块，也让我走。周玉兰嘴唇哆嗦了一下，没吭声。你们都说自己难，红梅说大强不让，玉兰说前进不同意。你们难不难得着我不知道，但你们关上门的时候，心里头想的是啥，你们自己清楚。周红梅和周玉兰都低着头。周德厚接着说：我来建国家的时候，建国问我欠了多少，他1个月挣3000，他媳妇卖早点挣2000，他们家全部家当加起来不如你们任何一家1个月的开销，但他说还也不是还不起，就是得慢慢来。周建国在旁边听着，不知道他爹要干啥，搓着手，有点不安。后来我造了30万的债，建国把铺子盘了，四处借钱。秀芬回了娘家，把陪嫁的金镯子都卖了，30万他们全扛了，没找你们1分钱，也没怨你们一句。周红梅抬起头，眼圈红了。周玉兰咬着嘴唇不说话。我再问你们一遍，你们当初关门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我爹可怜，还是我爹是累赘？屋里安静的能听见隔壁炒菜的声音。周红梅先开口了，声音发颤：爸，我当时确实想的是，你要是住下来，大强肯定跟我吵，小宝的补习班、房贷、生活费，我算来算去，就是算不出你的位置。周玉兰也说了，我也是，前进那人你也知道，精明得很，他要算账，一算就是钱，我拦不住他。我自己也怕你真欠了30万，债主找上门来，我们家也完了。周德厚点了点头，你们有你们的难处，我不否认，但你们想想，建国有没有难处？他比你们谁都难，可他没关门。周建国在旁边闷声说了一句：那是我爹，我不管谁管。周德厚看了儿子一眼，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，放在桌上。你们打开看看。周红梅拿起信封，拆开，里面是一张存单，一串零，他数了2遍才数清楚，600万，还有2本房产证，5金店的和镇上那套铺面。周红梅愣住了，周玉兰凑过来看，脸一下白了。周德厚说：我没欠债，没卖房子，腿也没断，这些都是假的。周建国一脸懵：爸，你啥意思？我是你们的。周德厚的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屋里每个人的耳朵里。30万的借条是我写的，老赵帮我演的戏，骨裂的片子是赵大夫改的。我就是想看看，我要是真的1分钱没有了，你们谁还认我这个爹？屋里炸了锅，周红梅先站起来了：爸，你骗我们，我没骗你们，我给你们看的就是我真实的处境。没钱没房没依靠，你们怎么对我的，就是你们最真的样子。
周玉兰也站起来了，声音又尖又抖：“那你跟建国也演，他也受了那些苦，铺子也盘了，钱也还了。”周德厚点头：“对，建国不知道我在演戏，他的反应是真的，秀芬的反应是真的，你们卖镯子借钱的苦也是真的。”他转向周建国：“建国，对不住，让你受苦了。那些钱我一分没拿，全在老赵那搁着。铺子的事我去给你要回来，镯子我给你媳妇买新的。”周建国张着嘴，半天合不上。马秀芬在旁边先是愣，然后眼泪哗的下来了。不是因为委屈，是因为这几个月他扛着硬撑着，从没在谁面前掉过眼泪，这会儿一下绷不住了。周德厚等他哭完了，才接着说：“红梅，你日子过得好，可你在钱和你爹之间选了钱。你说大强不让，可你连争都没争一下。你怕的是日子受影响，不是你爹过得好不好。”周红梅想说什么，没说出来，眼泪掉下来了。玉兰，你也是，你精明，会算账，可你算来算去就是没算到你爹。你怕债主上门，怕拖累你家，你啥都怕，就是不怕你爹寒心。周玉兰攥着拳头，嘴唇咬出了印子。周德厚最后说：“我这些钱，这些房子，我想好了。建国，600万归你，2套铺面也归你。你和秀芬这些年过得不容易，以后不会再苦了。”周红梅猛地抬头：“爸，我们也是你闺女啊，你们是我闺女，可你们关门的时候没把自己当闺女。”周德厚的声音硬了：“我给你们留了每人5万，就当爹的最后一次贴补，以后你们过你们的日子，我过我的。”周玉兰梗着脖子说：“爸，你这样不公平。”周德厚看着他说：“你关门的时候也没跟我讲公平。”周红梅蹲在地上哭，哭得直抽。她不是哭钱，是哭她那扇关上的门。她知道她爹说的对，她当时确实没有争。大强说不留，她就没留。她觉得自己有难处，可她爹没难处吗？一个70多的老头，拿着蛇皮袋站在女儿门口，被拒之门外，那是什么滋味？她不敢想。周玉兰没哭，她站着，脸涨得通红，半天说了一句：“行，我知道了。”然后转身走了。周建国喊他，他没回头。出了门，周玉兰在楼道里蹲下来，抱着膝盖哭了。周红梅走的时候，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：“爸，对不起。”周德厚点了点头，没多说什么。屋里只剩周德厚、周建国和马秀芬。周德厚看着儿子说：“建国，你不怨我，让你白白受了这些苦。”周建国蹲在他爹面前，跟当初他问欠了多少债的时候一个姿势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怨，但我不后悔。那些苦不是白受的。要是你真穷，我不帮你，谁帮你？”周德厚拍了拍儿子的手，啥也没说。他眼眶红了，但没掉泪。72的老头了，该硬的时候硬，该软的时候也硬。后来的事，周德厚把铺子要回来，还给了建国，又出钱给建国换了新门面，修车铺扩了1倍。马秀芬的早点摊也翻新了，添了冰柜和蒸柜，金镯子买了新的，比原来那对还重。周小磊的学费、补习费，周德厚全包了。周建国日子好了，但他还是每天早出晚归，该修车修车，该搬货搬货。马秀芬也还是天不亮就起来和面，日子好了，人没变。周红梅后来来看过周德厚几次，每次来都带东西，水果、牛奶、衣裳。周德厚收了，但不太说话。周红梅坐一会儿就走了，走的时候眼睛红红的。他后来跟邻居说过一句话：“我爹不恨我，但他不亲我了，比恨还难受。”周玉兰来过一次，坐了10分钟，给他爹留了条围巾。周德厚把围巾围上了，说：“天冷了，你自己也注意。”周玉兰点了点头，走了。从那以后，他每个月给周德厚打一个电话，说不了几句，但一直没断。老赵后来问周德厚：“你那个考验到底公平不公平？你闺女也不是坏人，就是日子紧。”周德厚说：“我没说他们是坏人，建国日子更紧，
可他开门了，日子紧不是关门的理由，心里没位置才是。老赵又问：那你后不后悔？600万全给了建国，闺女那边就5万。周德厚想了想，说：不后悔，钱给谁不是看谁穷，是看谁靠得住。我要是躺在病床上起不来，端水喂药的是谁？是真把我当爹的人，不是惦记我存折的人。老赵叹了口气，没再问了。镇上后来都知道了这事，有人说周德厚做得对，有人说他太狠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逢年过节，周德厚门口只停着一辆电动车，周建国接他爹去吃饭骑的那辆，3层楼和市里的房子，没人来接过他。周德厚也不在意，他每天早上还是去老张家喝3块钱的胡辣汤，喝完了坐在店门口晒太阳。偶尔有人问起来，他就笑笑说：人这辈子啊，别看谁嘴甜，看谁在你最倒霉的时候还认你。人心这东西，不见底的时候都好看，一见底才知道谁站得稳。有钱时装的笑，那是给钱磕头；落魄时还不走的，才是真拿你当爹。